22年来，我一直生活在噩梦与恐惧之中。时至今日，我已不敢保证1935年7月17日至18日我在西澳大利亚发现的事物是否真实存在了。我有理由相信我所经历的完全或部分是一场幻觉。然而，那段经历的真实性又过于可怖。假如那件事确实发生过，那么人类就必须做好准备，去接受宇宙的真相，接受自己在这个动荡时间漩涡里的真实处境。更重要的是，人类必须准备好去应对某种潜伏起来的特殊威胁。虽然它不会对人类族群造成毁灭性的打击，但足以给某些莽撞的家伙带来无法想象的恐怖。我叫纳萨尼尔·温盖特·皮斯利，是密斯卡托尼克大学的一名政治经济学讲师。1896年，我与爱丽丝·凯泽成婚，并生下了3个孩子：罗伯特、温盖特和汉娜。1908年5月14日星期二，那场奇特的遗忘症降临在我身上。事情来得非常突然。后来回忆起发病前的几个小时，我曾短暂地见过一些模糊的幻象。我当时只以为是前一天晚上熬夜准备讲义所造成的。上午10点20分，我正在向1年级和少数2年级学生教授政治经济学第6讲，经济学的历史和当前趋势。这时，那种病症彻底发作了。我看到了一些怪异的轮廓，仿佛置身于一个奇特的房间中，而非现实的教室。我的思绪和讲话偏离了上课内容。紧接着，我扭曲着瘫倒在地，失去了知觉。等我再次醒来，时间已经过去了5年4个月零13天，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是其他人告诉我的。等我再次醒来，时间已经过去了5年4个月零13天，而接下来发生的事情都是其他人告诉我的。晕倒之后，我就被送回了家中，接受了最好的医疗看护。直到5月15日凌晨3点，我才睁开眼睛开始说话。但很快，我的表情和语言的变化就彻底吓住了医生和我的家人。我明显无法回忆起我的身份和过往，但出于某些原因，我似乎急于掩盖这种记忆缺失。我的眼睛怪异地注视着身边的众人，同时面部肌肉呈现出一种难以名状的诡异状态。我就连说话也变得笨拙而怪异。我笨拙地尝试使用发声器官，用词有一种奇特的矫饰特质，就好像我正在费力地按照书本学习英语。我的发音变得粗鄙而陌生，遣词造句似乎既包括奇异的古语，也包括极其难以理解的表达方式。后者尤其给众人留下了强烈甚至恐怖的印象。虽然我体力很快就恢复了，但我却花了大量时间重新学习使用手脚和身体的其他器官。因为这些奇怪的行为以及失忆导致的其他障碍，我在随后的一段时间内依旧受到了严格的医疗看护。在发现自己无法掩饰失忆带来的问题后，我坦率地承认了自己的问题，并以填补自己失去的记忆为由，向他们借了许多各种领域的书籍。但在医生眼中，自从我接受了失忆症，并将它看作是常态之后，就对自己原有的身份毫无兴趣了。为了更方便地获取知识，出院后我便经常出入于大学图书馆，还十分热衷于参加与政治经济学毫无关系的历史、科学、艺术、语言和民间传说等讲座。在这期间，身边的人会注意到我会在不经意间提到信使范围外的混沌纪元中的特定事件。见到人们脸上惊讶的表情后，我又会立刻表示那只是开玩笑而已。这些年来，我几乎没有结交真正的朋友。我的行为举止中似乎包含着一些别的东西，总让接触我的人感到隐隐约约的恐惧与厌恶，就连我的家人也不例外。自从我以那种奇怪的方式苏醒后，妻子看我的眼神中就充满了极端的厌恶与恐惧，并发誓说我就是一个彻头彻尾的陌生人，强行占据了她丈夫的身体。1910年，也就是我失忆2年后，妻子爱丽丝申请离婚，我也很干脆地答应了。她带着长子罗伯特和女儿汉娜离开了我，只有我的次子温盖特没有抛下我。他确实觉得我是个陌生人，但即便如此，他依然坚信我会恢复自我。在那异常的5年半，我用自己的财产进行了好几次长期旅行。1901年，我在喜马拉雅度过了1个月。1910年，我骑骆驼穿越了阿拉伯沙漠。1912年夏天，我雇了船航行在北极海。同年的后半年，
我去弗吉尼亚州西部的中乳洞地带探险，独自度过了好几周的时间。而在这旅行期间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我全都无从知晓。在各个大学逗留期间，我异乎寻常的学习速度给别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个第二人格似乎拥有着远超我本人的聪明才智。据说我在阅读时仅需在翻动的书页上一瞥，就能掌握上面的每一个细节，而我理解复杂公式的能力更是快到了令人恐怖的程度。甚至有留言称我有影响他人思想和行为的能力，但我似乎很小心地尽可能不去展示这种能力。更有人宣称我与某些神秘组织的领袖有亲密交往，这些谣言并非没有依据，毕竟一个人到处查阅各地图书馆的珍藏书籍，很难不引起别人注意。还有确凿证据，一些写在纸张边缘的笔记，证明我曾仔细研读过一些异端书籍，其中包括德雷特伯爵的实施教典仪、路德维希普林的蠕虫秘典、冯荣斯特的无名祭祀书等古早真本。当然还有那本由阿拉伯疯子阿卜杜拉·阿尔哈萨德撰写的恐怖著作《死灵之书》。1913年的夏天，我好像逐渐失去了学习的兴趣，并开始向身边的人表示，我有预感我先前的记忆正在逐渐恢复。8月中旬，我返回阿卡姆，重新住进了位于克雷恩街上闲置已久的房子。在这里，我用从美国与欧洲各个科学仪器生产商制造的零件组装了一台造型怪异的机器，并小心地把它藏了起来。但还是有几个人亲眼见过这台机器，包括一名工人、一名仆人以及新来的管家。他们告诉我，那台机器掺杂了很多奇怪的东西，上面有传动杆、飞轮和镜子，仅有2英尺高、1英尺宽、1英尺长。机器中央有一块圆形凸面镜，那些我能找到的零件制造商也证实了这些说法。9月26日星期五的晚上，我把管家和女仆打发走，让他们第二天中午再回来。屋子里的灯一直亮到很晚的时候，一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削、外国人模样的男人乘轿车登门拜访。凌晨1点，那是最后有人看见房子里亮着灯。凌晨2点15，一名警察看到房子已经暗了下来，但那个陌生人的车还停在路边。等到凌晨4点钟，那辆车已经开走了。早上6点，威尔逊医生接到了一个电话，电话那头是一个操着外国口音、说话吞吞吐吐的人。他请威尔逊医生赶去我家，把我从一种特别的昏迷中唤醒。这是个长途电话，经过追查，这通电话是从波士顿北站的一个公用电话亭打来的。自此以后，就再也没有人见过那个外国人。当医生赶到我的住处，发现我不省人事地躺在客厅的椅子上。威尔逊医生的紧急措施救了我一命。光滑的桌子上残留着一些划痕，说明上面曾摆放过什么沉重的物体，或许就是那台奇怪的机器。而现在它已经不见了。毫无疑问，那个皮肤黝黑、身材瘦削的外国人带走了它。而满是灰烬的笔录也表明，有人把我患上失忆症以来所写下的材料都付之一炬。我看着这一切，那一瞬间仿佛有什么刺激到了我情绪变得异常激动。威尔逊医生给了我一针镇静剂，我才恢复正常。9月27日上午11点15分，我身体剧烈地扭动了起来，同时发出了一些极为怪异，似乎与人类语言都毫无关系的音节。此外，我还表现出一副努力与什么东西对抗的样子，而我一直呆板如面具般的脸上也浮现出了一些表情。威尔逊医生判断这表情不属于我的第二人格，更像是原来的我。终于在沉睡了5年4个月零13天后，我纳萨尼尔·温凯特·皮斯利终于回来了。终于在沉睡了5年4个月零13天后，我纳萨尼尔·温凯特·皮斯利终于回来了。回归正常生活的过程痛苦且艰难，超过5年的时间段曾带来的麻烦多得令人发指，有不计其数的事情需要我去适应。听闻自己1908年以后的行为，我深感震惊与不安，但我依旧试着尽可能冷静地去接受整件事情。在我苏醒后没多久，我继续尝试从事大学里的教学工作。值得庆幸的是，大学方面依然好心地提供了原来的教授职位。1914年2月，我返回教学岗位。我本以为从此就能过上正常的生活，但天不遂人愿，伴随着人格的恢复，一些隐晦的梦境和怪异的念头也出现在我的脑海中。
我发现我在以一种奇怪的方式看待历史上的时代与事件。我对时间的概念，用来区分时间先后发生还是同时发生的能力，似乎被搅乱了。因此，我形成了一个荒诞不经的念头。我觉得自己生活在一个时代里，同时又能将意识投射在亘古流淌的时间长河中，来了解过去和未来所发生的事情。我依稀记得，战争对遥远的未来产生了某些深远的影响，即使那时候战争才刚刚开始，我也能够凭借一些虚假记忆来回顾整段历史的发展。这种虚假记忆时常会伴随着剧烈疼痛，仿佛有一堵人为设置的心理屏障在阻挡我进一步的发掘。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噩梦与不安的感觉对我的影响越来越大，而且随着时间推移，那些梦境似乎变得越来越生动。我觉得自己似乎置身在一座雄伟的拱顶厅堂中，位于高处的巨石穹棱几乎隐没在了头顶的黑暗里。虽然我不知道这是在哪里，属于哪个时代，但建筑者和古罗马人一样，非常了解拱形的原理，并将它广泛地应用到了建筑中。我看到了巨大的圆形窗户和高耸的拱形大门，还有几乎与普通房间一样高的台座或桌子。墙壁上排列着宽大的暗色木头架子，上面似乎摆放着尺寸惊人的厚重典籍，而那些典籍的书背上则标记着奇异的象形符号。这座暗色花岗岩建筑是由大的可怕的巨石修建起来的，一层层底部凹陷的石块被严丝合缝地叠放在顶部凸起的石块上。后来我又有了新的梦境，例如掠过宏伟的石砌走廊，以及在同一座巨大石头建筑里沿着庞大的斜坡上上下下。在那些梦境里，我漂浮着经过了许多建筑，其中一些建筑直耸云霄，足足有几千英尺高。在地面之下有许多层黑暗的地窖，还有一些从未见打开过的活板门。那些活板门被一道道金属条给封死了，似乎隐晦地暗示着某些特殊的危险。在那儿，我似乎是个囚犯，而且周遭的一切事物都充满了无法驱散的恐怖意味。